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追风者李沁饰演的沈静珍与潜伏悬崖的女主有何不同？相比以前的谍战剧，比如潜伏悬崖、伪装者、潜行者等，追风者无论是在剧情创新还是角色形象上都实现了突破。此前的谍战剧多半是围绕军事领域搞情报，偶尔涉及经济领域。谍战剧如果继续停留在军事情报领域，要创新出亮点已经很难了。与这些谍战剧相比，追风者选择金融领域作为主战场，以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和外资银行、买办银行的金融战为主线，剧情涵盖银行、股市、关税等方方面面，涉及人物上到讲宋孔陈，下到市民百姓。谍战剧的广度如此之大，追风者这是第一次。通过追风者，观众有了了解民国金融和经济的一个窗口。民国时期，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前，西方主要国家在华都有投资，都有银行，也都有自己的代理人。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，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彼此之间残酷的金融战。要想通过做空在金融战中打败对方，取得对方银行等企业的控制权，就必须摸清对方的实力、对方的策略和底牌。要知彼，就必须搞到对方的情报，就必须在对方的核心人物身边安插情报人员，随时掌握对方的动向。追风者中讲的南京政府，虽然名义上是中央政府，可实际上也就控制着江苏、浙江一带、福建、广西、云南、四川、东北等地，讲几乎一根针都插不进去。这些地方对讲和南京，也就是表面上尊敬，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，各干各的。蒋想吞并他们还想吞并蒋呢。就连新设立的中央银行，实力也比较薄弱，在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，比中央银行实力强的外资银行和买办银行比比皆是。沈图南要打败这么多的对手，还要改革关税，难度压力可想而知。上海的这些大老板个个都不是善茬，沈图南不是刚到上海就差点被炸死吗？以前的谍战剧不是中统军统，就是76号特工总部。沈图南可是个可以直通蒋宋的大人物，中央银行的高级顾问。通过他在追风者中的故事，就相当于拿了一把放大镜，可以看清楚上世纪30年代更多的细节。如果对金融了解比较多的话，会发现追风者中的金融战和当今的金融战并没有多少不同。索罗斯做空东南亚等地的手段，和沈图南收购通商银行其实是一样的。在追风者中，相对弱势的南京和中央银行，单和上海的这些金融大佬斗，就要耗费巨大的精力，而且非常吃力，更别提向海外拓展了。要向海外拓展，中央银行的力量必须足够强大。金融战叠加谍战，再加上沈静珍和魏若来的感情线，这样一来，追风者的剧情就有了新意。魏若来是个头脑非常聪明的人，沈静珍和徐诺已经知道了魏若来是孤星魏若川的弟弟。叛徒李胜达身份被识破，并且被徐诺除掉了。在后面的剧情中，沈静珍和徐诺就要发展魏若来为地下党了。沈静珍虽然是沈图南的妹妹，可是老向哥哥打听事情也不是个事。要是魏若来成了地下党，中央银行的动向和其他情报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搞到。李沁在追风者中饰演的沈静珍，一出场就刷新了谍战剧女主角的形象。无论是潜伏中姚晨饰演的翠萍，还是悬崖中宋佳饰演的顾秋妍，甚至包括其他一众谍战剧中的女主角，完全被沈静珍碾压。此处指角色的厉害与创新程度，并非指演员演技。留学德国，军工专家，音乐会公主，射击高手，
沈婧真美丽又有气质，哥哥宠着，嫂嫂哄着，上级捧着，粉丝围着，沈婧真一身星光灿烂。就是在抗战谍战神剧中也没有这样的角色。除了这些，沈婧真还有股票和珠宝房产这样一个美丽才华财富集于一身的角色，换谁都想往上扑啊。潜伏中的翠萍，大大咧咧，咋咋呼呼，这样的角色要是真放到谍报战场，估计没有2个回合就会下线。翠萍在潜伏中能够活到最后，全靠了余则成。悬崖中的顾秋妍，人是长得漂亮，可总是自以为是，不遵守纪律，除了会发报外，其他的基本不行。顾秋妍在悬崖中从头到尾，要不是有周易，不知道下线了多少次。顾秋妍为了运送电台，也买了一部钢琴，可她从头到尾就没有怎么弹过，要是高斌知道了，肯定要怀疑的。追风者中的沈婧真，除了美丽外，在工作上虽然她也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但是她很少莽撞，在关键时候还是听上级许诺的话，积极配合和服从。作为一个地下人员，沈婧真美丽聪明又不自以为是，这就很完美了。无论是哪部谍战剧的女主角，不管她有多漂亮，只要自我为中心，自以为是，肯定是观众吐槽的焦点。沈婧真和魏若来没有接上头，不少观众都盼着他们俩尽快接上头，尽快知道彼此的身份。可是追风者剧情一转，通过许诺出马，把李胜达带来的威胁一下子就化解了。不但除掉了李胜达，还拿回了金条，营救了被捕的同志。以后沈婧真要接触魏若来，发展魏若来，要比以前更容易，更自然了。虽然存在一些不足，但是追风者在剧情和角色创新上的确迈出了可喜的一步。